灵魂转移成功，恭喜宿主变身2哈，萌宠出道系统开始融合。宿主有5分钟时间适应新环境，5分钟后开始发放任务。没错，嘻哈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重生竟然变成了一条2哈。虽然上一世自己叫嘻哈，名字中也有个哈，但和2哈明显是天壤之别。毛了个球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嘻哈悲愤欲绝的大骂起来，结果发出的声音居然是汪汪汪，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吗？这一定是做梦，快给我变回去啊！我的人生还没结束，我不想投胎做狗。前世的嘻哈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刚出生医生就断言他活不过3个月。好在家境还算殷实，父母并没有放弃他，可惜他无法剧烈运动，连走路都不能超过10分钟，但是也比做狗强啊！狗只有不到20年的寿命好吗？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声再次响起，5分钟适应期结束，任务生成完毕。任务描述：作为一只拆家小能手，搞破坏是你最大的狗生乐趣。撕碎主人所有的丝袜和裙子，奖励魅力增强，正午力量增强加1积分150点。竟然还觉醒了系统！可是撕碎丝袜是什么鬼？莫非这条2哈的主人是个妹子？几分钟后，他终于明白了个大概。简而言之，这个系统给了他第2次生命，帮他成为2哈中的战斗哈。只要多做任务，就能得到各种能力加强，赚取积分，还可以兑换其他萌宠变身卡，甚至重新变回人类。变人需要的积分太多了吧？一个任务才180积分，得做到猴年马月才能重新变回人啊！请在15分钟内完成任务，否则奖励取消。居然还是现实任务，那得抓紧时间了。嘻哈凭借着狗子强大的嗅觉，很快就找到了放丝袜的收点。当看到20多条各种颜色款式的丝袜呈现在面前时，嘻哈瞬间惊呆了。这位女主人的丝袜貌似有一点点多呀，半个小时，女主人的丝袜和裙子都被嘻哈撕成了碎片。恭喜宿主完成初级任务。嘻哈正准备清理一下案发现场，可门外却突然传来脚步声，2个女孩走进了房间。这条2哈的主人回来了，其中一个就是女主人蒋雨琪，另一个漂亮女孩笑着夸赞道：“琪琪，这就是你家的哈哥呀，长得真帅。”她饶有兴趣地冲嘻哈走，带着几分害怕，站在了距离嘻哈不远地方。哈哥，我可以摸摸你吗？他立刻摇着尾巴凑了上去，表现出了足够的亲密。琪琪，你家哈哥好乖哦。可是这时候，刚走进卧室的蒋雨琪却发出了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惨叫。哈哥，你在家做了什么？我的衣服，我的小裙裙。漂亮女生好奇地跑过去，看到满地的布料碎片，顿时无语。没事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这样你又有理由买啦。可他真是气死我了，我明明关着卧室门的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刚出去不到1小时，就把我的丝袜和裙子全咬坏了，今晚不给你饭吃。不吃就不吃呗，晚上等你睡了，哥自己去冰箱里找。哼哼。嘻哈心里暗笑，就算他给自己吃的，8成也是各种杂牌子的狗粮，自己怎么吃得下？不过让嘻哈意外的是，这位女主人比那位小姐姐还漂亮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制服？嘻哈瞪大了钛合金狗眼，满心欢喜。等到饭菜上了桌，他也很人性化的跳到了椅子上，目不转睛的盯着鸡翅看个不停。哈哥，这是我个人奖励你的，以后你要乖乖的，不要再咬琪琪的衣服了哟。嘻哈急忙点点头，然后一口把鸡翅叼进了嘴里。这一行为把女孩看傻了。琪琪，他刚才点头了耶，难道他能听懂咱们的话？怎么可能？哈哥永远是哈哥，他除了拆家干坏事根本没法沟通，要不然警权里怎么没有哈士奇呢？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他又夹起一块鸡翅问道：“哈哥，你是想吃这个吗？是的话就点点头。”试探我？不行，不能暴露太多，否则他就要对自己极限了。于是嘻哈汪汪的叫了2声，蒋雨琪有点小失望，但随即就释然了。狗子要是能听懂人话，那不成精了。吃完饭后，蒋雨琪开始直播，因为她是一名主播，在平台上直播玩游戏的那种。平时拍一些跟2哈的互动短视频发上去。2哈是他吸引流量的一张王牌，经常穿越的朋友都知道，穿越一时爽，天天穿越天天爽。可是穿越后变身2哈什么感受知道吗？下面这位老表嘻哈正在经历着2哈狗生。你以后再敢乱咬东西的话，就让你不准进我房间。我似乎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，以前这只2哈居然还有床上睡觉的习惯，这要不要如此幸福啊？简直是人不如狗系列之终极侮辱。嘻哈内心的槽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可就在这功夫，系统提示声居然再次响起。今夜凌晨2点左右将会有小偷光顾家中。作为一条神经质的哈士奇，请宿主做出以下选择：选项1，英勇护主，保护主人和家中的财产不受损失；选项2，选择旁观，这不是一只哈士奇该承受的重担；选项3，帮小偷开门，报复他不给宿主饭吃。帮小偷开门是什么鬼？侮辱我的智商吗？好歹老子前世也是个玉树临风下干一胆的男子汉，好吧？英雄救美什么的也不是太难吧？嘻哈急忙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，但是目测干不过小偷啊。看完属性面板后，嘻哈瞬间有点心凉，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那不上不下的咬合力。可万一小偷带了匕首怎么办？到时候再说吧，睡觉要紧。嘻哈把心一横，溜达溜达的进了卧室，面带决然的钻进了琪琪的被窝。嘻哈轻嗅着沐浴露和洗发水的混合香味，总之这种感觉超级耐撕，甚至他都有点不想做人了。凌晨2点，外面客厅上有轻微脚步声响起，此人名叫张航，是个职业惯偷。当他打开卧室门的一瞬间，我的个乖乖，这小妞长得太漂亮了吧！
一念至此，张航从后裤兜里摸出一把水果刀，准备对蒋雨绮下手的时候，突然卧室房门咣当一声，紧接着嘻哈猛地向他飞扑了过来。蒋雨绮被惊醒，立马坐了起来，第一反应就是拿出电话求救。哈哥，你挺住呀，叔叔马上就来了。幸好附近有2名巡逻的叔叔，2位叔叔听到一条哈士奇居然抓住了小偷，全都很惊讶。莫非这条哈士奇天赋过狗，有当警犬的潜质？叔叔带走张航以后，蒋雨绮看着嘻哈开心坏了。哈哥，你刚才真是太勇敢了，我决定明天买排骨，好好犒劳你。蒋雨绮笑眯眯地亲了一口，嘻哈顿时老脸一红，他活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被小姐姐亲呢。耶，哈哥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蒋雨绮发现哈哥的眼神不太对劲，笑眯眯的像是很享受的样子。当然是被女神亲到死，那种受宠若惊的眼神。吓得嘻哈急忙收起了笑脸。等到蒋雨绮再度入睡以后，嘻哈突然想到一件事。对了，上的任务不是奖励了造梦技能吗？不如试试。系统发动技能造梦，请宿主先描述想要编织的梦境。嘻哈在蒋雨绮的梦中化身高大威猛的高富帅，让蒋雨绮疯狂的爱上我，愿意为我生猴子。对不起，您的技能等级不够，无法使用初级技能编织该梦境。技能等级不够就太狗了。嘻哈瞬间有种想打人的冲动，算了，换一种梦境试试。嘻哈在蒋雨绮的梦中变成大帅哥，与他在夜幕下看流星雨。技能等级不够，为什么不行？难道我在梦中也只能做条狗？是的，即使在梦境中，也需要高级造梦技能才能化作人形。嘻哈急忙看了看属性面板，初级造梦技能提升到中级需要1万积分，到高级居然要3万积分，这不是强狗所难吗？最后嘻哈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蒋雨绮还在睡觉，嘻哈却已经醒了。谁让狗子不用上班，整天困了就睡，饿了就吃。早知道做狗子这么快活，老子早就不想当人了。可是下一秒，嘻哈却有点饿了。嘻哈找到蒋雨绮的家子，在里面叼出一张10块钱的钞票，准备出门整点吃的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这时人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意外。选项1，保护好钱财，在自己吃饱的同时，给你主人带回丰盛的早餐。选项2，把这10元钱送给比你更需要的人。嘻哈不听着做的各种思考，一番分析猛如虎，最终还是选了第一项。于是到了楼下的早餐店，老板娘看到嘻哈嘴里的10块钱，你这狗怎么还叼着钱？你是来买早餐的吗？嘻哈用力点了点头。哎呦，竟然还能听懂人话。最后嘻哈总共要了2根油条，1个茶蛋，1份咸菜，1份稀饭。等嘻哈回到家里，蒋雨绮看到嘻哈嘴里还叼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包子、茶叶蛋，还有稀饭和咸菜，把他给感动的有，眼泪水立马夺眶而出。浩哥，这是你给我买的早餐吗？你竟然懂得给我买早餐，太谢谢你了呀！蒋雨绮简直快无法形容此时的心情了。哈哥昨天帮他取快递勇斗小偷，今早居然贴心的给他买了爱心早餐，如此暖狗简直比男朋友还体贴好吗？穿越后变身一条2哈什么体验？不仅女主人颜值满分，身材满分，最关键的是2哈晚上还能在床上睡，有如此幸福之狗，夫复何求？没错，主角嘻哈从上辈子手都没牵过的单身狗，如今却穿越变成一条真狗2哈。正当嘻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时，女主人蒋雨绮走了过来。昨天有个打赏游艇的大哥约我吃饭，你要跟我一起去，贴身保护我哦。作为颜值游戏主播的蒋雨绮，本来不喜欢跟粉丝见面的，那些打赏榜上的大哥心里在想什么，她心知肚明。可要想维护跟大哥们的关系，一味拒绝也不行。最后蒋雨绮勉为其难答应下来，带着嘻哈来到了饭店门口。八仙酒楼就是这里，走吧哈哥，咱们去见见那位土豪大哥。当蒋雨绮进入包间以后，一个满脸横肉戴着大金链子的胖子迎上来，30多岁，长得真不怎么样。你是琪琪吧？哎呀，真是你，我都在这等你半天了。你是蝌蚪哥？没错，快里边请。胖子伸手就要搂蒋雨绮的肩膀，这时嘻哈立刻窜出来大叫：“这是你的宠物吗？怎么养了个哈士奇啊？听说这种狗特别坏，专门拆家。我家哈哥还好啦，很乖巧，很听话。”这位榜一大哥的昵称叫发飙的蝌蚪，但怎么看都是长大后的完全体癞蛤蟆。2人一狗坐下以后，蝌蚪哥直接说道：“琪琪，你想吃什么？随便点。”原来蝌蚪哥叫熊大林，是一家酒厂的老板，去年刚好又赶上老家拆迁，赚了3套房加6、700万的现金，膨胀的跟煤老板一样，就仨字儿不差钱。10分钟以后酒菜上来了，正好你下午不直播，陪我喝点怎么样？我不会喝，又不让你多喝，就1瓶而已。说着就帮蒋雨绮倒了满满的一杯，这可是个好东西，他不喝醉自己怎么得手？蝌蚪哥，你是做什么的？以前跟其他女主播见过面吗？没有，我家里开了个小酒厂，然后老家去年拆迁了，手里有俩闲钱，以前不怎么看直播。熊大林的眼神有点躲闪，他自从去年拿到拆迁款后，已经前后找了2个女主播了，套路基本一致，砸个几万块下去约见面，然后灌醉，事后再以喝多了为由塞点钱，基本就能蒙混过去。他有自知之明，手里这点钱想找大主播基本没戏，就专挑小主播下手。熊大林几瓶下肚开始表演。琪琪，你还没有男朋友吧？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说着就朝蒋雨绮走去，蒋雨绮有点害怕。蝌蚪哥，别这样！就在这时，嘻哈终于发威，汪汪的威胁声不断，说着就朝蝌蚪腿上咬了一下。你这疯狗是不是找死？你看我弄不死你！你别动哈哥，他是在保护我。只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，我绝对不碰他。
被咬的事就当没发生。我不答应。蒋雨琪怎么也没想到，居然用这个威胁自己做他女朋友。虽然这胖子是挺有钱的，但他也不是非得这个蝌蚪才能生活下去。没了蝌蚪哥，以后还会有青蛙哥、蛤蟆哥，各种水产哥。熊大林瞬间怒火，直接拿起一根棍子准备打嘻哈。你冷静一下，你再这样我要报警了。别报案，你的狗乱咬人，到时候来了抓谁还不好说呢。不过你要是肯做我女朋友，这事儿我可以当做没发生。我只能说你太天真了，咱俩才第一次见面，什么都不了解，换做任何一个女孩子都不会答应。那你把昨晚收的游艇和几10个火箭退给我。那是你主动刷的，又不是我问你要的，有本事你去告我呀！这种蛮不讲理、素质低下的人，他不想再搭理了。哈哥，我们走。蒋雨琪拿着牵引绳就要往外走，熊大林情急之下大声吼道：“你不能走，你的狗咬了我，必须赔钱。”嘻哈才不管那么多，呲着牙准备再次扑过去。熊大林瞬间吓到了，急忙躲到角落，掏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叫人：“二林，快来八仙酒店，这边有条疯狗咬我，多叫几个人，今晚咱们吃狗肉火锅。”嘻哈瞬间有点慌，扭头就要拉着蒋雨琪往外跑，可偏偏这个节骨眼上系统发布了任务。检测到宿主受到生命威胁，先开启九死一生特殊主题任务。选项1，迎难而上打败所有敌人。选项2，有勇有谋，在不伤害任何人的前提下，保护女主人离开八仙酒店。情况紧急，嘻哈根本没时间多想，一咬牙就选择了第2项。到了酒店门口，熊二林带着几个人就堵了上来。这时候自己想跑可以，可是拉着穿高跟鞋的蒋雨琪跑就很麻烦了。嘻哈见门口放着一个滑板，立马心生一计，直接跑过去将滑板放到脚下。蒋雨琪看着哈哥，你是让我站在上面吗？嘻哈现在不管那么多，拖着滑板飞快向前狂奔。熊大林等看着跑走的嘻哈，瞬间有种感觉，这二哈成精了。翻页后变身一条二哈什么体验？不仅女主人颜值满分，身材满分，最关键的是二哈晚上还能在床上睡，有如此幸福之狗，夫复何求？正当嘻哈吊着10块去买早餐时，路边的一个男人却盯上了他，直接拿出一根棍子走向嘻哈，准备让嘻哈开口叫后，将钱丢在地上。嘻哈顿时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转身就跑了。嘻哈溜达了一圈，就看到了3条体型不是很大的流浪狗，顿时发动了智慧之心光环。兄弟们，帮我干一仗怎么样？3条流浪狗瞬间被控制，眼神变得凶狠残暴起来。控制3条狗，积分到300。原本嘻哈是不准备花积分的，可那人竟然欺负狗，不给他点教训，嘻哈咽不下这口气。那个男人自然得到了该有的惩罚。你觉得那个男的应该哪个部位受伤呢？评论区打出你的答案。半个小时，嘻哈回到家中，蒋雨琪已经开启了直播，并且在吐槽那个蝌蚪哥。蝌蚪哥是谁？主页看上集就知道了。那个蝌蚪哥实在太过分了，以后谁也别想约我出去吃饭。结果瞬间引爆了直播间，全都在大骂蝌蚪哥不是东西。蒋雨琪看到旁边的嘻哈，忽然灵机一动：哈哥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你帮我播一会儿怎么样？给大家表演个节目什么的。我如果会说话，真想一句卧槽甩过去。你悄悄着说的是人话吗？虽然我现在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啊！可偏偏系统也跟他作对，直接发布了任务。为了宿主的生活条件能得到改善，请努力帮助女主人提升粉丝数。5万粉丝奖励疗伤肾药10瓶加积分5000，10万粉丝奖励净化药剂3瓶加积分1万点。卧槽，这是来大活的！嘻哈立刻精神抖擞，每10个粉丝1点积分，这要是1亿粉丝，岂不是就能提前变回人了？嘻哈满脑子都在想表演什么。这时蒋雨琪拿了3个纸杯和一个小球，来吧哈哥，猜对奖励1根鸡腿。他自认为手速不够快，不亚于单身20年的男同志。可惜10分钟以后，蒋雨琪惊呆了，这也能猜到？难道自己真不如一条狗聪明？不玩了不玩了，再玩下去姐姐我要破产了。直播间里的室友都笑疯了，各种弹幕层出不穷。哈哥真的好聪明，好吧，我承认我有好几次没猜对。怎么突然觉得被一条狗碾压了智商？又离谱。蒋雨琪看着弹幕也是一阵苦笑，早知道不玩这个弱智游戏了，直接上黄冈丽卷。为了舒缓郁闷的心情，蒋雨琪干脆放起了歌，准备听会儿音乐就去打游戏，玩英雄联盟虐菜曲。播的歌曲是洒顶顶的左手指月。忽然间蒋雨琪又被惊呆了，看着闭着眼睛哼唱左手指月的嘻哈，最主要的是爪子的一个狗指还指向天花板。直播间里的水友们也发现了这异常，镜头跟随着蒋雨琪聚焦向了嘻哈，直播间弹幕瞬间炸裂。哈哥居然还会唱歌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琪琪，你家哈哥是不是成精了？作为当事人的蒋雨琪也是一脸懵了，哈哥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个技能？嘻哈眯缝着狗眼，扯着脖子，得意地望向蒋雨琪，很想问一句：哥这活怎么样？值不值得再加5个鸡腿？哈哥，你真是太让我意外了。哈哥，来一段歌剧2。蒋雨琪找到了维塔斯的这首经典男高音，嘻哈翻着白眼望向他。姓蒋的，跟人沾边的事儿你是一点都不干呐，咱能整点阳间的玩意不？嘻哈直接在心里骂开了。他甚至怀疑这个女主人是不是脑子瓦特了。直播间里的弹幕上也飘过了整片的省略号。谢谢，哥谁都不服就服你，笑死我了！我把话撂这儿。哈哥要是会唱歌剧2，我直播表演倒立拉稀。各种弹幕层出不穷。等到海豚音环节时，嘻哈一扬狗头傲的一嗓，愣是吼上去了。
哼唱完歌剧2后，直播间里的人数已经破40万了。10分钟以后，唱完歌剧2，人气就开始缓慢下滑，急得嘻哈都快冒汗了，不行得赶紧搞点新花样。亲爱的老铁们，不如给你们表演个不要脸咋样？这个一定有人爱看。嘻哈忽然把脑袋凑向蒋雨绮，直接对着他汪了一口。你干嘛呀，哈哥？现在可是开着直播呢，万一被超管发现，后果相当严重。这条哈士奇居然干了老夫一直想干的事。哈哥，你是真的狗！蒋雨绮的脸都红到脖子根了，嘻哈也知道自己做的有点过，急忙用力打了个喷嚏掩饰了一下，还一脸无辜的仰起头望着蒋雨绮。老子打个喷嚏也碍着你了，这就很离谱。蒋雨绮也没法跟狗子计较，尴尬的在直播间里说道：“超管哥哥，不是我要搞事啊，是我家狗子突然发神经，求放过。”这满满的求生欲，好在超管也没难为他，可能超管也有点猛。人气破60万的那一刻，蒋雨绮兴奋的截图留念，开心的像个100多斤的孩子。嘻哈也眯起了眼睛，享受着发放奖励的快乐。恭喜宿主帮女主人获得60万粉丝值，奖励金刚爪一副，积分6万点。嘻哈兴奋地瞪大了狗眼，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不过这个金刚爪是个什么鬼？会买早餐你见过吗？狗会唱歌你见过吗？更关键的是，这个狗竟会玩电脑。没错，男主嘻哈重生后竟然变身1职2哈，看他如何帮助女主蒋雨绮实现人生逆袭。此刻嘻哈正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脑前看片，这一幕把蒋雨绮吓得不轻。哈哥，你居然还会操作电脑，你怕不是真的成精了哦？蒋雨绮看了会觉得没意思，便去洗漱吃饭了。不一会电话就响了，正是前几天来过家里的漂亮小姐姐打来的。她叫周萌，也是一名女主播。萌萌，你下午有时间吗？我想去逛一下超市。2分钟以后，蒋雨绮不开心地放下了手机。周萌明天要给她外婆过生日，没时间，她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嘻哈。哈哥，陪我去逛超市吧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哦。嘻哈内心是抗拒的，谁都知道女孩子逛街有多麻烦。当蒋雨绮带着嘻哈进入超市以后，嘻哈直接拿起货架的火腿肠吃了起来。由于嘻哈是偷着吃，就打开了自己的隐身技能。一旁的女服务员只看到火腿肠一点一点消失，顿时直接被吓傻了。胡经理，你快来看看，老吓人了！大白天你发什么疯？让我看看。胡经理仔细望了望，顿时额头上也见汗了。火腿肠在一点一点消失，发出吭哧吭哧的咀嚼声，可是明明那里什么都没有。两人看到后直接吓跑了。吃完以后，嘻哈就现身找到了蒋雨绮。哈哥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不是让你在车上等我吗？蒋雨绮也没有多想，就带着嘻哈回家了。另一边，超市老板守在监控室开始调阅监控，接着就被监控拍到的画面震惊到了。第二天，嘻哈偶然惹出的麻烦居然上了本地热搜，几名负责此事的民警也赶紧来看监控，看到后也是一阵后背发凉，搞不清楚那究竟是个什么怪物。最后化验结果不到2天就出来了，被证实是某种犬科动物，此事也就成了不解之谜。早上蒋雨绮醒来以后，就对嘻哈说道：“哈哥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要出去旅行啦。”嘻哈一脸懵地看着他，心说这算什么好消息？真的是一脸茫然。千江市的一个户外主播邀请我和萌萌去那边参加一个户外生存活动，为了保障我的安全，所以我决定带上你一起去，怎么样，开不开心？什么户外生存活动？那不是出去吃苦的吗？又不是野炊带老子去干啥？不会是妄想让自己帮他打猎吧？老子一条血统纯正的哈士奇，又不是猎犬。蒋雨绮可不管嘻哈愿不愿意，急忙开始收拾行李，足足忙活了2个多小时，她才把行李打包装进拉杆箱。走吧，咱们出发。等到了地方后，蒋雨绮跟另外几个男主播打招呼，顺便把嘻哈介绍给他们认。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是一个户外大主播，人称户外肖哥。活动的地点位于江心洲的一个孤岛上。等到所有人集齐后，肖哥大声宣布了游戏规则：这次户外生存我们总共有3个队，为期1周，每个队分别有2人负责打野，另外配备2名美女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努力获取食物，养活自己身边的美女，都听明白了吗？肖哥话音刚落，一个叫梁胜华的男主播就开口问道：肖哥，这不公平啊！为什么他们团队还带了条2哈？这不算作弊吗？带宠物怎么了？我家哈哥能保护我，再说他又不会打野，在岛上也不会破坏游戏规则，凭什么不能带？就是呀，我们哈哥又不占名额，而且我们也不会打野。梁胜华被2个妹子对得哑口无言，再说当着直播间粉丝的面，也不好跟2个女孩子斤斤计较。求生开始，各组人都散开了。跟蒋雨绮和周萌一组的男户外主播，其实是肖哥手底下的2员大将，一个叫大强，一个叫小强。大强各种野外生存技能全部点满，而小强哥则更专注于打野方面。嘻哈看到这顶位于树林中的帐篷挺不错，马上钻了进去。蒋雨绮跟嘻哈睡一个被窝习惯了，小强看到这条狗子钻进了帐篷，呵斥道：你先出来啊，谁让你进去的？还没铺睡袋呢。老子跟着来岛上受苦，先在帐篷里休息一会儿，怎么了？哈哥别闹，快出来，还没铺睡袋呢。嘻哈只好耷拉着脑袋钻出了帐篷，很快大强就把2个睡袋整理好。2位美女，帐篷已经帮你们铺好了，白天蚊子苍蝇多，就不要开着门了。嘻哈见他拉上了拉链不让自己进去休息，真的生气了。别人穿越都是霸道总裁，嘻哈却变身一条2哈。但女神蒋雨绮却是颜值女神，还有一个颇为魅力四射的闺蜜。最主要的是嘻哈晚上可以在床上睡觉。此刻嘻哈正和蒋雨绮等人参加荒岛求生节目，系统突然发布红色任务，宿主触发红色高危任务，当前岛屿上有4名穷凶极恶的逃犯藏匿，
选项一，保护己方主播的前提下，将4名逃犯制服交给警方处理，积分8万点。选项二，为了更容易获取食物，选择投靠敌方阵营，甚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奖励积分5万点。摆明了就是想让自己选第一项啊！为了食物投敌，怎么可能？不过若是对方有充足的食物，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去搞1点回来。此刻蒋雨绮和周萌开始搭建女生厕所，而嘻哈却偷偷解开了脖子上的牵引绳，朝着树林深处跑去。在岛上最高的地方，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屋。嘻哈悄悄靠近小屋，突然听到屋里传来男人得意的大笑声，以及一个女人的哭喊。怎么回事？难道那几个头发还绑了女人到岛上？嘻哈偷偷向里面望去，结果那场景差点闪瞎他的钛合金狗眼。只见2个男人和1个女人，任务里不是说有4个逃犯吗？就算连这个女人也算上，才3个呀。原来除了这2男1女外，旁边不远处还有3个男人。原来这4个男的绑了一对夫妻，这2口子8成是在岛上养鸡的，而4名逃犯霸占了他们的鸡和羊。嘻哈在那蹲了一阵以后，女人端着一盆羊肉出来，放在了旁边搭建的室外桌子上。自从那4个混蛋来到了岛上，不到1周就已经吃了4只，他早就恨透了那些该死的混蛋。可惜那些人有枪，他前脚刚回到屋里，嘻哈就蹲在那里自己吃了一顿。今天都饿了一天了，吃完以后，从旁边找了个还算干净的塑料袋，嘻哈把剩下的羊肉全放了进去，便吊着塑料袋溜走了。到了驻地以后，这是什么呀？好香的味道！耶，哪里来的羊肉？饿了大半天，他都快没力气了。岛上怎么会有炖羊肉呢？莫非岛上还有其他人？直播间里的水友们更是瞬间炸了锅。主播这是在作弊吧？不是说好的岛上求生吗？怎么还搞出一袋子肉来了？我们哈哥会唱歌剧2，其他狗子你能找出会唱小星星的都算我输。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，蒋雨绮开始询问嘻哈：哈哥，这肉你是从哪里找来的？能告诉我吗？嘻哈直接抬头45度角仰望天空，开始装傻充愣。见哈哥不肯说，蒋雨绮也没辙。没想到导演肖哥率先找过来。琪琪美女，听说你家的狗找到一袋肉。对呀，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弄来的，正在审讯呢。肖哥正准备去拿袋子里的肉，嘻哈忽然凶狠地转过头来叫了一声：这样吧，既然这些肉是你们组的办客成员找到的，我可以给你们留1块，但剩下的必须由我带走。一听这话，嘻哈顿时怒了：老子冒着杀头的危险搞来的肉，你说带走就带走，问过我的意见了吗？他立刻呲起了牙，守护在羊肉的面前怒瞪着肖哥。原来肖哥想借着导演组的权力把肉带走，既然参加了这个活动，就要遵守游戏规则。再说那么多观众看着呢。嘻哈想了想，顿时明白了蒋雨绮的苦衷，干脆自己叼着塑料袋大摇大摆的走。经常穿越的朋友都知道，无论是化身霸道总裁还是影视高手，都是无敌的存在。可是你见过穿越后变身狗的吗？还是一只不太纯的二哈。原主嘻哈穿越后无奈成为一条二哈，可是他却不愿意回去了。原来不仅是主人蒋雨绮颜值出众，他还发现其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此刻嘻哈正和蒋雨绮等人参加荒岛求生节目，荒岛上他们却被4名逃犯盯上，为首的大名叫于兆海，外号海哥，因为带着3个同伙抢了村里的40万农耕补偿款，才躲到了这座荒岛上。老四，你说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咋还在这烧火做饭？海哥，这你都看不出来？他们是搞直播的，听说这年头搞直播的都有钱，一晚上能挣好几万呢，不如咱们。说话的老四笑容中带着阴森和狰狞，看来想对嘻哈他们动手了。你是不是脑子烧糊涂了？那些人手里都举着手机呢，万拍到咱们的行踪不就暴露了吗？先按兵不动，等半夜3、4点钟，他们都睡着了再下手。4名逃犯只是观望了一阵就相继离去。如果现在就短兵相接的话，他可没把握能在枪口下干翻4个壮汉。嘻哈在计划着今晚怎么行动，被动防守显然不现实，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，抢在他们逃走或者攻击营地的前面，先一步把他们拿下。半夜，嘻哈来到小屋子前，发现只有一个人在放哨。嘻哈直接出其不意将其扑倒打晕，但却传出了男人的惨叫。于兆海等人赶紧出来查看，此时嘻哈却躲在暗处。嘻哈再次从背后袭击，直接将几人拿下。为什么嘻哈这么猛？因为这狗有系统。3人，凄厉的惨叫瞬间传出几百米远，甚至惊动了远处营地里的主播们。1个小时后，警察到达现场处理。由于这次事件，节目也只好停止录制。蒋雨绮带着嘻哈只好回去了。回到家后，第2天一大早，嘻哈准备出门买早餐，系统任务再次响起。恭喜宿主触发随机挑战任务，狗王和珅听说了你的存在，准备带2名徒弟前来会一会你。选项1，绕回本石头狗产业链，将狗王和珅绳之以法，奖励正义勋章以及积分15万点。选项2，采用一会战术避免正面交锋，并偷走狗王和珅的面包车，奖励车辆驾驶精通以及积分5万点。这任务有点意思啊，居然还能学到驾驶车辆，会开车的哈士奇，想想都帅。可第1个选项的积分奖励实在太诱人了，整整15万积分。嘻哈考虑再三，选择了第1项，毕竟相比起一条会开车的狗子，他更希望成为一个会开车的人类。接取任务后，嘻哈很快便在小区门口发现了一辆面包车，车上坐着3个人，为首的就是狗王和珅。狗王和珅观察嘻哈的同时，嘻哈也在观察着他。你不是说他每天早晨都会出来吗？怎么站那不动了？是啊，他怎么不出来了呢？我又不是狗，天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忽然发现嘻哈动了，但不是朝着小区方向来的，
而是向侧面的围墙绕了过去。三人兴奋地下车跑了过去，没想到嘻哈跑得飞快，一直朝远处的烂尾楼跑去。好不容易追到烂尾楼，却发现嘻哈没影了。狗呢？你们俩看到了没？他跑哪儿去了？可能是在哪躲起来了吧。哈士奇这种狗，没人知道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。这地方这么大，咱们到哪找去啊？他话音刚落，忽然察觉到屁股上传来一阵剧痛，当场就捂着屁股跳了起来。和尚的屁股上也传来一阵剧痛，嗷的一嗓子就蹦了起来。原来嘻哈拿出了系统奖励的飞针，嘻哈整完几人以后，就直接来到几人的车旁。忽然心生一计，他蔫坏的凑到车旁，伸出金刚爪，刷几下就把面包车的4个轮胎全体扎爆。这下他们的作案交通工具废了，他们就没法打自己主意了吧？回去以后，嘻哈打开房门，周萌被惊得不要不要的。哈哥，你居然真的会开门耶！你是怎么坐电梯上来的？难道你记得你家是几楼？他当然知道，早晨经常带着钥匙和钱下楼，吃饱了再带早餐回来。早餐店的老板娘还问我来着，是怎么把哈哥训练得这么聪明的？那你咋说的？我说我家哈哥打小就聪明，根本不用训练。蒋雨琦嘚瑟的尾巴都快翘上天了，嘻哈无语的盯着两人。老子聪明还用你们说？快点让开好不啦？嘻哈每次都要叼着钥匙下楼，非常不方便。蒋雨琦摸着湿哒哒的钥匙串，哈哥，要不我给你买件衣服吧，以后把钥匙放兜里。琪琪，你在说什么梦话？你以为哈哥能从兜里掏出钥匙吗？就算用嘴往外拿也够不到好吗？哎，好像是哦。被自己蠢哭的蒋雨琦尴尬的笑了笑，仔细打量着嘻哈的身体，不管缝在哪里都不方便去。蒋雨琦拿出备用钥匙，算了，哈哥，你以后用这把钥匙吧，别再拿我的钥匙了，不然你出门不回来，我连车都没法开。刚好嘻哈这几天要出门办事，有了这把备用钥匙可就方便多了。穿越变身2哈什么体验？不仅帮女主直播人气暴涨，一首歌剧2更是火出圈。正所谓人红是非多，狗红被惦记。此刻嘻哈被狗王和盛盯上了。狗王和盛开过养狗场，也玩过斗犬，神秘兮兮的拿出一个小瓶，里面装着一种散发着腥臭气味的液体，还说是杀手锏。嘻哈并不傻，三人脸上不怀好意的笑容，他怀疑这种味道就是那3个混蛋搞出来的，目的就是抓住自己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争斗，他决定干脆将计就计，让他们抓住算了。正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趁此机会打入敌方老巢，将整个偷狗产业链连根拔起。当嘻哈大摇大摆地走出小区，直接被3人联合打住，嘻哈更是没有任何反抗。等咱把这条狗卖了钱，我一定要找个夜店好好玩一把，让那个瞧不起我的公主跪在我面前。瞧你那点出息，保监公主算什么？回头哥带你。面包车沿着坑坑洼洼的乡下公路一路行驶，最终开进了一个小村落里。与此同时，蒋雨琦发现嘻哈失踪了，各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全找了一遍，却什么都没有找到。琪琪，你说哈哥会不会被偷狗贼抓走了呀？他那么聪明，基本可以排除走丢了的可能。我觉得他说不定。呸呸呸！我家哈哥那么聪明，怎么会被偷狗贼抓到？你闭上你的乌鸦嘴呀！周萌还真没猜错，嘻哈确实是被偷狗贼抓到了。等到他俩到小区门口的保安岗调看监控时，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。蒋雨琦又担心又害怕，马上去派出所报了警。怎么办呀，萌萌？哈哥会不会被做成狗肉火锅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忽然有点饿了。周萌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哈哥被人抓走你都不安慰我，还说这种话，还是不是好闺蜜了？被抓走又怎么样？哈哥那么聪明，我觉得最后结果指不定怎么样呢，说不定又是一个大瓜。蒋雨琦听到周萌的话以后，想了想也没有那么担心了。此时嘻哈被关在狗场的大院，里面是和盛偷来的各种各样的狗。和盛则在客厅接待一个重要的客人，这人就是买狗的刘威。我就喜欢收集各种名贵犬种，你们不是说那条哈士奇很聪明吗？可以给我看看，和狗王做生意我放心。狗王和盛在十里八乡都挺有名的，和盛其实也见过刘威，是一个大型养狗场的老板。我这狗王的称号也是道上朋友乱叫的，比不上你刘老板的财大气粗啊。刘威听说狗王之前在哈士奇手上连番栽跟头，对这只哈士奇的兴趣越来越大。真有你们说的这么神吗？要是真如你们所说，这条狗我说什么都要见识一下。趁着5人聊得火热，嘻哈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后院，他快速把所有狗子都放出，而后启动了智慧之星光环，给他们下令原地待命。等几个人来到后院看狗的时候，嘻哈开启隐身技能悄悄跑出去，然后将大门反锁，直接给后院的狗发出攻击命令。嘻哈便悄悄离开了镇子，顺着大路往市区方向跑去。没过多久，美妙的系统提示声响起，恭喜宿主完成随机挑战任务，奖励正义勋章1枚，积分15万点。正义勋章按照一定比例提升全身各项指数，可无限提升。我操，好东西啊！这个正义勋章不但能提升全身各项指数，而且还能无限提升，简直就是居家旅行必备的神器。可当嘻哈返回家中，却惊奇地发现家里没有人。难道蒋雨琦出去找自己了？晚上7点多的时候，蒋雨琦失魂落魄地回来，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。进门看到嘻哈的那一刻，突然发疯一般地扑了过来，搂着嘻哈的脖子就用力拍打他。哈哥，你去哪里了呀？这2天都快把我急死了。我还以为你被人偷走了呢，下次不要出去了，知道吗？嘻哈的耳朵瞬间支棱了起来。啥玩意儿？要禁止我？凭啥？老子可是在外面做了一番大事业，搞垮了一个偷狗团伙呢。蒋雨琦并不知道嘻哈的想法，抱着他哭了一阵便破涕为笑。蒋雨琦打开电视，一边找电视剧看一边吃饭。
结果意外翻到了本地电视台的一条新闻。本台记者报道，今天上午9点14分，于镇上发生一起恶犬集体伤人事件。事件发生地点是镇子上的一家狗肉饭馆，起因初步认为是由于饭馆后院的铁笼没有关紧，40多条恶犬攻击人类。蒋雨绮惊得目瞪口呆，看着新闻又回头看了看嘻哈，一度怀疑这事情和嘻哈有关系。此刻男人正享受着按摩服务，可是因为太入迷直接猝死。没想到重生后竟然变身一条舔狗二哈，女主竟然是给他按摩的蒋雨绮，但是这一世她是一名娱乐主播。哈哥，来给直播间老铁表演个节目，3口1头猪。蒋雨绮话音刚落，嘻哈就投来鄙视的眼神。没想到蒋雨绮比自己还狗，要不是晚上能睡床上，闻到洗发水的味道，自己早就离家出走了。嘻哈没有搭理蒋雨绮，直接自己出门溜达。可没想到在小区门口处，却意外碰到了一辆黑色轿车，以极快的速度冲出了小区，差点撞到他。可没想到任务提示却在这时候响起。任务描述：恭喜宿主触发勇气试炼任务，一名毒贩在你们小区买房制毒，请把他找出来交给叔叔处理。选项1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参与这种危险的事情了吧？奖励衍生药剂10瓶。选项2，高度参与破案过程，坚决打击毒贩的气张气焰，奖励人类变身卡3张。看到第二个任务选项时，嘻哈激动的原地跳了起来。除了卧槽，他不知道有什么还能表达此时的心情。人类变身卡足足3张啊！嘻哈一连在门口蹲守的3天都没有再见黑车，直到第4天那辆黑色轿车终于再次出现。原来车主是一个女性，下车拿出一个纸箱抱着上楼了。嘻哈见电梯最终停在了17楼，直到半夜2点，蒋雨绮下了播去睡觉后，嘻哈悄无声息地出了家门，很快就循着那女人身上的香水味找到了她家门口。抬头看了看门上方的门牌号17-4，很好，伸出金刚爪往锁芯里戳了几下，很快就破坏了锁芯，然后轻轻打开门。卧室里的美女似乎睡觉了，嘻哈在房间里一通翻找，总算寻着味儿，在桌子下面找到了白天看到的那个纸箱子，但接下来怎么做却需要好好计划一下。如果此时把人叫来，肯定是人赃俱获，显然不符合高度参与行动的任务要求，那就只能放长线钓大鱼了。于是嘻哈就直接把箱子带走了，他还想看看丢了东西的美女会不会引出更多他的团伙。原来这个美女叫杜佳慧。中午11点多，杜佳慧醒来发现大门开了条缝，顿时被吓得睡意全无。杜佳慧因为人长得漂亮，在大学时期追求者众多，最后跟一名高富帅成了男女朋友。结果那个高富帅在他的食物中偷偷加了料，害他染上了毒品。他和一个卖冰的海哥搭上了线，没多久就成了海哥养的金丝雀。但海哥却不会白养着他，提出让他帮忙运货，他无奈只能答应昨天带回来2公斤冰，正是海哥让他送去给邻省一个大客户的。没想到一夜过去，大门居然开着，他发现桌子下面的箱子竟然没了，他赶紧给海哥打电话。海哥，出事了，我家被贼光顾了，货被偷了。什么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个臭婊子，不会是想偷了老子的货吧？不是的，海哥，我哪有那个胆子呀？海哥挂了电话，杜佳慧急忙收拾几件随身衣物，准备跑路。他下楼后立刻上车准备离开小区，可没想到在小区的门口被保安给拦下来了。佳慧姐，你这是要去哪？海哥一会儿就过来。看到保安竟然是海哥的人，杜佳义万念俱灰。过了几分钟，4个男人来到小区门口，而就在这时，旁边的绿化带却突然钻出了一颗狗头。那4个人把杜佳慧带到了17楼，嘻哈则在门口偷听他们的谈话。根据这个叫海哥的男人跟杜佳慧对话，嘻哈猜测海哥应该是他们团伙中的中子，如果是幕后大佬的话，应该不会这样明目张胆的现身，去为难一个帮忙送货的女人。此时福尔摩斯嘻哈一边分析着案情，一边客串着警犬的角色。那个叫杜佳慧的女人挨了一顿打，但海哥也没继续为难她，而是让她继续帮忙运货。等海哥带人走后，嘻哈通过门缝发现门口掉落了一款黑色手机。难道是刚才海哥那伙人遗落下的？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重要信息？嘻哈壮着胆子用脑袋顶开门，趁杜佳慧没注意叼起手机就退了出来。什么叫高度参与？找到重要罪证绝壁是加分项。可是当他查看一下手机里的内容时，却发现手机居然设置了密码锁。这特喵的不是逗狗玩吗？不行，得找蒋雨绮要填弄开他。男人刚下班就奖励自己999次，没想到两眼一黑直接嘎了，醒来重生变身一条二哈。没想到眼前的女主人竟然是自己想象的对象。书接上集，嘻哈由于没有钱去打开手机，就准备找他要，急忙跑到他面前挠了挠头。哈哥，你想干嘛呀？要跟我玩游戏吗？我现在没时间呀，一会儿要出门去萌萌家呢。今晚周萌约他一起吃烧烤，再过几分钟他就要出门了。这笨娘们，该怎么跟他说自己需要70块或者100块钱呢？嘻哈在房间里转了3、4圈，愣是想不出半点法。这回他决定冒一次险，用手语的方式跟他沟通。嘻哈把一块叼过来，用右前爪在地上写了个数字100，然后把钱划拉到自己面前。哈哥，你是不是想问我要钱呀？100块。嘻哈心酸的点了点头，这地主家的傻闺女总算开窍了。哈哥，你该不会真是人类重生在了狗身上吧？他这么一问，嘻哈反倒纠结了。如果告诉他是的话，可万一吓着他咋办？不过嘻哈转念一想，这丫头心大的都能塞进5个篮球，应该不至于被吓坏吧。嘻哈把心一横，用力点了点狗头。你真的是人类重生在了狗身上？我的个天哪！你竟然真是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你前世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不许骗我哦！你果然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啊！他马上用右前爪在地上写了个女字，然后羞答答的转过了头。为了保障自己的福利，他也只能昧着良心撒谎了。
怪不得你知道拿钱下漏买早餐，难怪你会坐电梯，原来你是人类重生的呀！一时间，种种发生在嘻哈身上的不可思议之处，全都有了合理解释。蒋雨琦临行前给了嘻哈200，嘻哈出了小区，找到了一家手机维修店，店主是男人，还有他的老婆也在。老板娘看哈士奇嘴里叼着一部手机，还有200块钱。狗狗，你要做什么呀？你家主人呢？嘻哈把手机往地上一放，接着用爪子指了指手机。哇，好聪明的狗狗！你的意思是要给这部手机解锁吗？嘻哈马上点了点头。老板娘喜出望外，面前这只哈士奇真的很聪明，居然能帮主人修手机。老公，一会儿把这个手机解锁一下，可能是密码忘了。去，别来我店里捣乱！你干嘛呀？这只狗狗替它主人来修手机的，兴许人家这时候就在外面偷看呢。这只狗不是哈士奇吗？它除了拆家还能帮主人修手机。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快点干活呀！等了足足半个多小时，手机总算解锁成功。嘻哈回到家里后，马上打开手机，看到手机界面上有多达上百个未接电话。海哥手机里的内容简直像个宝藏，可惜短信内容用的都是暗语，嘻哈根本看不懂。但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整整50多个句，全是海哥用手机拍摄的。看了一会，随后才开始干正事。如果交到叔叔手里，应该是个不错的罪证。可他思来想去，觉得就这样匆匆交任务，恐怕还是很难达成高度参与的要求。除非再抓几个他们组织里的关键角色，为了变回人类，拼了！系统商城里可以兑换变身卡道具，金刚鹦鹉变身卡，让你变成翻翔天空的精灵，持续时间8小时，不用时可随时取消变身，取消后不扣时长。接下来就是寻找海哥的位置，他在通讯录翻找了一会儿，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备注会字的号码，然后用鼻尖敲字发了个短信给他。手机在我这里，给我10万，我把手机还给你，否则交给叔叔。过了足足10几分钟，杜家汇那边回复：来钱江路49号马斯丁大酒店门口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海哥一定会找人埋伏自己，可他们注定要失望了，因为也会飞。嘻哈试着发了一个呀的音节，果然可以，顿时心情更舒畅了。当了那么多天哑巴，今天总算可以说话了。这金刚鹦鹉变身卡简直是神器啊！而那一边，杜家汇海哥和2个小弟在酒店等着。多2个小时还不来，我看他一定是耍老子玩的。不等了，叫兄弟们回去吧。海哥本以为很完美的埋伏，居然没等到人，他气急败坏地骂了几句，开车返回了幸福苑。嘻哈很快就落在了海哥家的窗台上。海哥，快看窗外有只漂亮的鸟，这玩意儿老贵了，叫金刚鹦鹉，咱们把它抓住能换10几万呢。这么值钱？确认了海哥的所在的楼层和房间，嘻哈马上飞走了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取消变身。接下来就只能无奈的等待了，看海哥什么时候再出门，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。等把这些信息收集全了，就可以着手进行抓捕了。嘻哈不知道的是，就在海哥所在的这栋楼斜对面，也有几个人在盯着海哥家的窗户。他们是一群身穿便衣的缉毒警，2男1女。女警刚才也看到嘻哈变身的鹦鹉了，他们隶属于西城分局缉毒大队。丁兆福海已经快2年，男人刚下班就奖励自己999，没想到2眼一黑直接嘎了，醒来重生变身一条2哈。没想到眼前的女主人竟然是自己想象的对象。书接上集，嘻哈为了捣毁海哥团伙，一路跟着海哥来到一处偏僻的工厂，基本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制冰窝点。嘻哈直接变身鹦鹉，因为可以说话，掏出内部50G大内存的电话。嘞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！嘻哈马上把位置报给了叔叔，说这里有个制冰窝点。10几分钟后，嘻哈马上扑棱着翅膀飞了过去。叔叔，快跟我来，制冰窝点就在下面。带队的是中队队长信正，看到前方大鹦鹉瞬间错愕了一下，难不成是这只鸟报的警？喂，是你报的警吗？没错，我亲眼看到海哥骑着电瓶车进去了，大概进去半小时了。我怀疑他们的窝点藏在地下。郑队长有点好奇，但这只鹦鹉说出了海哥这个名字，又提供了重要线索，就值得去查一下。仔细搜查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。3个小时后，嘻哈也收到了系统完成的提示。建议主犯张师兄并未落网，经系统评估宿主的任务完成度为63%，因此只能获得2张人类变身卡。看到系统提示的这一刻，嘻哈有点傻眼，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主犯了？好在总算拿到了2张人类变身卡，也不算白忙活一场。友情提示：每张人类变身卡使用后，性别、相貌、年龄完全随机生成，且无法更改。真不愧是一次性道具，这效果也太任性了吧！既然没得选，哪怕变成老头老太太也认了。嘻哈找了个无人的角落，马上迫不及待地使用了人类变身卡，结果用了之后他就后悔了，他变成了一个萌妹，脸上露出了种种复杂的表情，最终又变回了那条无忧无虑的哈士奇。回到家里后，蒋雨琦已经从周萌那回来了，正在那里直播。哈哥，你又去哪里了呀？这几天是不是出去玩了？嘻哈没搭理他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直接用前爪在地上写了个吃字。你饿了？好吧，稍等一下，等我打完这局就去给你做吃的。饿得没办法了，嘻哈就去翻找蒋雨琦的手机，然后变成了人类状态。原本蠢萌的哈士奇瞬间变成了萌妹。姐姐，我能用你的手机下楼买点吃的吗？蒋雨琦听到女孩子的声音，立刻回头，发现家里来了一个漂亮的美女。你谁呀？为什么会在我家里？我是你的哈哥呀，我饿了。你是哈哥？你怎么变成女孩子了呀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重生变成哈士奇后，能力一直在觉醒的吗？现在可以短时间恢复人类的身体了。我好饿，你能不能把手机借给我，让我下楼吃点东西？
他看着嘻哈的尺码，又低头望了望自己的，心里暗暗吐槽，居然比自己的还大。哈哥，这真是你前世的模样。姐姐，不要打岔好吗？我很累啊。蒋雨琦这才意识到自己走神了，赶紧拿了个备用手机递过去。到了饭店以后，老板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往桌子上端了一碗面的时候，还偷偷瞄了瞄嘻哈。小姑娘，你有对象了没？关你什么事？老板也不生气，刚好店里也没别人，就向嘻哈介绍起了他的儿子，在外地上大学985重点大学，高考成绩700多分等等。嘻哈只好强压住目的，快速吃完面，火速离开了面馆。这什么世道？吃个面都能碰到老色批，明明是自己有想法，还拿儿子当挡箭牌，我呸！前世同为男人的他，岂会看不出面馆老板那点小心思？他正准备找个地方变回哈士奇，突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开进了小区，车牌号很熟悉，车里的女人他更熟悉，这不是杜佳慧小姐姐吗？嘻哈赶紧变身以后跟随进了小区，屋里传来杜佳慧跟一个男子打电话的声音。熊哥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海哥已经被抓了，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个呀。放过你？难道你不想多赚点钱？熊哥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不想再干了，我不行，干不干可不是你说了算，你先帮我定一段时间，半年后我就放你走。这个熊哥难道是那个幕后大臂灵 SS 张世雄？他胆子可真大，水晶都被偷了，居然还想卷土重来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声忽然响起，现在发布新任务，揪出漏网之鱼张世雄，并将所有坏人一网打尽。完成后补发奖励，人类变身卡1张。我去，上的任务还有续集的吗？嘻哈惊讶地听完任务说明，本以为这个任务已经失之交臂，没想到居然触发了后续任务。穿越后变身一条2哈什么体验？不仅女主人颜值满分，身材满分，最关键的是2哈晚上还能在床上睡，有如此幸福之狗，夫复何求？书接上集，嘻哈为了抓到幕后黑手，干脆趴在了杜佳慧家门外，时刻盯着里面的风吹草动。随后便听到杜佳慧打开房门出来，脚步匆匆地向电梯走去，嘻哈一路跟随。终于2个小时后，杜佳慧来到一个小型化工厂，大门口挂的牌子上写着宝熊公司。杜佳慧来到房间内，一个男人正在等着她。小慧啊，我知道你不想做了，但是眼下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要是我们能快速恢复生产，就能趁机大赚一笔。张老板说的不假，但海哥他们已经被抓了，如果把你供出来怎么办？这你不用担心，他的老母亲和老婆孩子都在我手上，谅他也不敢在那边胡说什么。此人正是幕后大 boss 张世雄，随着海哥被抓工厂被端，现在他手底下也就剩杜佳慧一个人了，又怎么可能放过他？嘻哈一直躲在窗边偷听，这个张世雄也真是够狡猾的，恐怕眼前这个化工厂也未必是他的真正老巢。又过了2个多小时，张世雄和杜佳慧开车兜兜转转，来到了一处位于山坡上的苹果园，随后在一栋2层的小楼前下了车。新的工厂就在这下面，这片苹果园被我租下来了，等采摘完之后咱们就开工。确定了张世雄的计划后，嘻哈便飞回了家里，按他的意思要等采摘完苹果之后才开工，目测还有最少半个月呢。这次他可不能再马虎大意，势必要将这伙人一网打尽才行。15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嘻哈变身成了萌妹形态，打电话报了警。在电话中，他反复强调那些人的狡猾和危险性。这大半个月里，嘻哈早就把这2个负责盯梢的摸得一清二楚。报警的时候就通知了警方。黑暗中，只见一名男子狼狈跑了出来，此人正是张世雄。嘻哈直接挡在了他的面前。你这条疯狗，快给我滚开！嘻哈直接纵身一跃，将其扑倒。不远处听到这里的惨叫声，马上狂奔了过来，顺利将张世雄拿下。警方随后联系了这只哈士奇的主人。接到电话的那一刻，蒋雨琦脑子完全是懵的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回到家里后，蒋雨琦看着嘻哈嘿嘿傻笑着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呀，竟然破了大案，还抓住了主犯。随后嘻哈直接变身萌妹子，嘻哈恨不能早点把它用完，避免这种变身萌妹的尴尬。没什么了，以后我可能还有更多的变身形态，比如变成鸟，变成鱼，或者变成男人的样子。得先给这傻丫头打个预防针，免得下张变身卡变成了男人被她嫌弃。琪琪姐姐，今晚我可以跟你一起睡吗？当然可以呀，正好我有很多事情想问你呢。今晚跟我一起睡吧，咱们聊到困为止。晚上，嘻哈去卫生间洗漱干净，便快速钻进了被窝里，然后等待蒋雨琦洗澡回来。第2天，嘻哈开始测验另外2张人类变身卡，第2张使用后直接变身一个健身男，老子终于变回男人了。随后，嘻哈又切换到第3张人类变身卡，再次选择使用，居然变成了一个小帅哥。吃完早饭，嘻哈忽然想起楼下藏了一鞋盒的冰，万一被别人发现捡走，可是要出大问题的。他来到了小区中心的一处草坪上，发现藏在这里的鞋盒居然不见了。恰巧此时系统发布了一个新的任务，恭喜宿主触发临时追踪任务，由于你的疏忽导致那个装有赃物的鞋盒丢失，请宿主做出以下选择：选项1，选择性遗忘此事，奖励只需要记5瓶，积分2万点。选项2，坚决追回赃物并且交给，奖励随身储物空间。哎呦我去！随身储物空间，一直他都想要个能储存东西的物件，毕竟哈士奇掏取东西并不方便，这个任务必须拿下。嘻哈一路追随来到一个小伙子的家里，哈士奇虽然不擅长追踪，不过嗅觉还是比人类强大很多倍。这次嘻哈直接变身肌肉男，把我的盒子藏哪了？
男子不愿意承认，嘻哈直接奖励一个大巴子。男子急忙求饶道：“大哥，别打了，我不知道东西是你的，我这就带你去取。”早这样说不就省事了吗？东西在哪呢？赶紧带我去。在厕所马桶的水箱里藏着呢，我这就去给你取。最终，嘻哈成功拿到了盒子，直接打电话给叔叔。完成任务以后，嘻哈直接变身狗形态回到了家里。系统此时正好响起，恭喜宿主完成临时追踪任务，获得奖励随身储物空间。储物空间通过1年开启一片独属于你的特殊空间，当前空间大小为1立方米，可用积分进行升级扩容。嘻哈有点意外，这个空间大小是不是有点坑爹啊？蒋雨琪见他从外面回来，哈哥，今晚萌萌请吃烧烤，你去不去呀？听到烧烤2字，嘻哈的耳朵瞬间竖起来。他看了看萌妹变身卡的时效，只剩下9个小时40分钟了，不能耗费在这种事情上。哈哥，你不是能变回人形了吗？为什么还保持2哈的形态呀？无奈他变成了金刚鹦鹉，直接说道：“不是我不想，是变回人身太耗费能量了，我没法长期维持呀。”最后，嘻哈决定用鹦鹉姿态和蒋雨琪一起去吃饭。翻阅后变身一条2哈，什么体验？不仅女主人竟然颜值满分，身材满分，最关键的是2哈晚上还能在床上睡，有如此幸福之狗，夫复何求？书接上集，蒋雨琪带着嘻哈来到烧烤店找周萌，周萌身旁站着一个身材娇小的小萝莉。琪琪，给你介绍个新朋友认识，他叫杨笑笑，你别看他外表呆萌，其实已经25岁了哟。周萌给蒋雨琪介绍着身旁的小萝莉，结果小萝莉却发现了蒋雨琪身上的鹦鹉。琪琪姐，这是你养的宠物吗？琪琪，你怎么没带哈哥却带了只鹦鹉呀？好漂亮，好萌哦！来的路上，蒋雨琪被嘻哈嘱咐过，不要跟外人说她的秘密，只好尴尬的解释道：“是啊，我新买的，可听话了。你们定位置了吗？咱们先进去吧。”三人进店开始点菜，嘻哈却出门变身狗子进到店里。哈哥，你咋跟来了？我把他带出来的，刚才去旁边绿化带里分辨了，现在才回来。琪琪姐，你家还养了哈士奇呀？不怕他拆家吗？我家哈哥不拆家的，可乖了。这一点哈哥绝对给他挣足了面子。周萌也在旁边补充道：“笑笑，你是不知道，哈哥可聪明了，不但不拆家，还会帮琪琪买早饭呢。”吃完烧烤，三人要去 K 歌，蒋雨琪心里不太想去，但杨笑笑却赞成去唱歌。他不去又觉得对不起姐妹。哈哥，我们一会儿要去唱歌，如果遇到危险的话，你可要保护我们哦。一会儿我给你打包10个烤鸡腿，怎么样？3个人到达 KTV 包厢后，由于喝得太多，直接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这时2个醉汉却闯了进来，这里竟然有3个牛，咱哥俩走运了嘿！嘻哈内心冷笑着汪了一声，提醒他们爷还在这呢。2人吓了一跳，没想到 KTV 里面居然还有狗。你叫个屁啊！吓老子一跳，滚！可没想到嘻哈直接变身肌肉猛男，该滚的是你俩，滚出去！妈呀，哈士奇成精，有妖怪啊！2人吓得全身发抖，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包厢。原来他们都是些无业小混混。2个人走错房间来到包厢，出去后对同伴说了这个事，其他人不信非来看一看。为首的人进来以后，气势汹汹地对肌肉男嘻哈说道：“哥们，听说你是哈士奇变的，再编一个给我看看。”嘻哈冷漠地侧头看了他一眼，直接一个拳捶去，男子直接被打倒在地。卧槽，你敢动老子！兄弟们给他上一课，教教他怎么做人。可是没有想到一中不到，几个人都被打倒。求你放了我们吧，我们刚才喊着玩的，我们不知道你这么厉害，求你绅士一点。他俩推门进来，看到我女朋友在沙发上，想对他们不轨。在嘻哈的想法里，蒋雨琪已经是他内定的女朋友了，将来变回人类后，一定会娶她做老婆。哎，他们滚吧，以后好好做人。地上的几个男人如临大赦，纷纷挣扎着爬起离开了包厢。嘻哈拍了拍蒋雨琪那圆润的脸蛋，小声喊道：“醒醒，快醒醒，该回去了。”要是让他们继续睡下去，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。嘻哈可不想趴在这里守夜。蒋雨琪迷迷糊糊的醒来，发现一个高大威猛的壮汉，当即吓得尖叫了起来：“姐姐你别怕，我是哈哥呀！”你怎么变成男人了？我刚解锁的新能力，刚才有几个流氓想欺负你们，我只好变成男人把他们打跑了。谢谢你呀，哈哥，每次有事都是你保护我，爱死你了。蒋雨琪和嘻哈将其他2人也带回了家，到家已经是凌晨2点，3人全部躺床上睡着了。嘻哈躁动的小心情久久无法平息，所以他准备用造梦技能，强忍着肉痛花了4万积分，把这个鸡肋技能升到了高级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用人类的形态，直接进入别人的梦境中了。蒋雨琪的梦境很简单，似乎是一个关于她学生时代的梦。进入她的梦境后，直接跨入了婚礼现场。琪姐，做我老婆好不好？你是谁呀？为什么我不记得你？我是你深爱了多年的未婚夫啊！第2天早上醒来，3人坐在那吃早餐。周萌率先打开了话匣子。我昨晚做了个噩梦，有个看不见脸的男人死活缠着我，让我嫁给他，吓死我了。我梦到的是一个穿白色西装的男人，在一个婚礼现场向我求婚，我都不认识他，可他却对我了如指掌。嘻哈心虚的瞄了他们一眼，赶紧躲进了卫生间里。周萌见哈哥去了卫生间，好奇的问：“你说咱们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？难道就因为躺在一张床上睡的？”就在3女讨论昨晚做的噩梦时，嘻哈已经打开卫生间的窗户，变成金刚鹦鹉飞出去。翻页后变身一条2哈，什么体验？不仅女主人竟然颜值满分，身材满分，最关键的是2哈晚上还能在床上睡，有如此幸福之狗，夫复何求？
书接上集，正当嘻哈在街上遛弯时，几个男人直接堵住了嘻哈的去路，都留点神，别让他窜出去。羊队说了，这只狗的爪子非常锋利，会伤人，大家注意安全。卧槽，怎么还冒充了一个羊队？这些人恐怕不知道嘻哈能听懂他们的话，围拢之际也透露出了几个信息。嘻哈联系到之前自己干过的事情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他脑海中。这个所谓的羊队，该不会是警方的人吧？他们想干啥？难道定自己的罪？人类的规则好像判不了狗子，该不会是想把老子送到神秘机构研究吧？嘻哈有点慌了，如果只是面对普通人，他一点都不怕，可要是更高层次的人对他产生兴趣，那后果就难说了。我数1、2、3，大家一起破，上去务必要把这条狗抓住。可就在这最后关头，嘻哈忽然变成了一只鹦鹉，嗖的一下扑棱着翅膀飞了起来。卧槽，这狗怎么变成鸟了？妈耶，它该不会是成精了吧？众目睽睽之下，一只哈士奇居然变成了鹦鹉，飞到半空的嘻哈气坏了，直接破口大骂：你们这帮人是不是有病？老子又没招惹你们，为什么要来抓我？说完，嘻哈直接飞走了。是西城分局中队长杨琛。上次抓捕张世雄成功后，他就觉得奇怪，张世雄的伤口是新鲜的，从地下密道逃出来时应该还没受伤，怎么遇到那条哈士奇之后就受伤了呢？结果就在刚才，手下突然打电话说，那只哈士奇变成了鸟飞走了。杨琛根本不信，狗就是狗，怎么可能变成鸟？可随后手下就发来了一条视频，是刚才在抓捕现场拍到的。杨琛沉默了，那一只狗怎么会变成鹦鹉呢？既然想不通，他准备亲自到现场去看看。另一边，嘻哈飞到了家里。姐，我遇到麻烦了，有个警察叔叔盯上了我，刚才还派人在小区里抓我，现在他已经进了电梯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一会儿会来找你。不会吧？警察叔叔盯着你干嘛？你现在只是一只哈士奇，为什么呀？我哪知道为什么，反正你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就对了。嘻哈算计着那快到门口，马上飞到蒋雨琦的卧室里。他刚藏好大门，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。家里有人吗？我是西城分局的江女士，你在吗？你找我有事？没什么事，就是有点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，方便我进屋吗？不方便，我2个女性朋友在，还没换衣服，咱们到外面谈吧。蒋雨琦跟杨琛对面的一家茶楼，杨琛直接开口问道：江女士，你家的哈士奇会变鹦鹉，你知道吗？别开玩笑了，狗怎么可能变成鹦鹉？我不信。那它经常外出吗？它在外面做了什么你知道吗？有没有伤过人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蒋雨琦被问的已经有些不耐烦了，她可以忍受对方对哈哥的怀疑，但不能接受他对哈哥的恶意抹黑。江女士，虽然有些事情你不肯承认，但我们警方已经掌握了一些资料，你家的哈士奇跟我们有一桩大案有关，想跟你接这条狗一段时间，你看行吗？你们不是训练了很多警犬吗？哈哥又不是工作犬，不太合适吧？我们现在正在查一个贩卖孩子团伙，这个团伙从10几年前一直在国内流窜作案，先后已经有50多名孩子被拐，但这帮家伙的反侦查意识很强，我们查了他们11年，都没有把主犯拦截给抓到，希望蒋女士能好好考虑一下。蒋雨琦她不能替哈哥答应，那家伙不同意怎么办？沉思片刻后，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。我回去跟哈哥商量商量吧，您给我留个号码，如果哈哥同意的话，我再给您打电话。他应该会同意的，这个大案如果能破了，帮助的可是几十个破碎的家庭，功德无量啊。蒋雨琦面色沉重的点了点头，然后跟杨琛告别离去。回到家后，嘻哈早就等得急不可耐了。哈哥，你想不想知道那个警察找我干嘛？蒋雨琦便把杨琛找他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最后问道：那么多被拐卖的孩子，父母都找疯了，你就帮叔叔呗。好吧，我去可以，但我有条件。第一，卤牛肉必须管饱；第二，要给我基本的尊重。好，我也很同意你的观点和立场，我马上给杨警官打电话。说着，蒋雨琦拿起手机给杨琛拨了过去。听完嘻哈的要求后，杨琛也是哭笑不得。很快，双方便达成了友好合作。蒋雨琦本想送嘻哈去西城分局，但被嘻哈拒绝了。很快，嘻哈就找到了杨琛。你就是那只神奇的哈士奇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哈大爷。那么这位哈大爷，你是怎么变成一只哈士奇，还能变成鹦鹉的呢？商业机密，不是要跟我合作破案吗？我的条件不变，每天要有卤牛肉吃，还要有单独的房间休息。没问题，吃不吃瓜子？别拿着玩意儿糊弄我，鹦鹉只是我的一种变身形态，我是肉食动物。好吧，那我先跟你说说案情。杨琛说着拿出一叠资料，推到了嘻哈的面前，开始介绍了起来。男人刚下班就奖励自己999次，没想到两眼一黑直接嘎了，醒来重生变身一条二哈。此刻嘻哈被刘警官邀请到局里，帮其破获一起孩子拐卖案。这个流窜作案多年的人贩团伙，最难抓的就是那个叫兰姐的女人。除了她手底下的2个骨干成员之外，其他团伙成员都没见过。就在上周，在西城分局辖区内发生了一起孩子失踪案。经过查看小区监控，男童是被一个30多岁的女人带走的。可由于那个女人当时戴着头盔，电瓶车也没有车牌号，所以给侦查带来了一定难度。那个女人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查不到信息。啥都没留下，你找我来干嘛？就算让警犬追踪犯人，你也得让他闻才行啊。我们这些天也不是什么线索都没有，通过调取沿途监控视频，我们能肯定他往小河庄方向走的。然后我们沿途搜索，找到了他当时穿过的衣服。衣服呢？给我闻闻。不一会儿，衣服被拿了过来。嘻哈在那闻着衣服的味道。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？
又能变鹦鹉，又能变成狗，不会真成精了吧？嘻哈翻了个白眼，心说老子还能变萌妹、变猛男、变帅哥呢。不过这是他的底牌，没必要让杨琛知道。结果嘻哈刚把鼻子凑过去，瞬间闻到一股浓烈到爆炸的狐臭味，郝玄梅当场把他送走。这你怎么了？这衣服有问题吗？熏死我了！这个女人又不臭。哈哈哈，有这么夸张吗？你又没做过狗，不知道狗的嗅觉比人类发达几百倍吗？还特么笑老子！我诅咒你下辈子当警犬！怎么样？能不能通过这个味道找到嫌疑人？只要这个女人出现在我100米内，我就能立刻锁定她。杨琛破案心切，马上抓住嘻哈的2只鹦鹉爪，就兴冲冲的往外跑。你别扯老子尾巴，就那么几根毛，扯没了老子没法在空中保持平衡。两人下了楼，刚好看到一个老太太在哭诉：“求求你们了，同志，一定要找到我家浩浩呀！这都快7天了，也不知道他被带到哪里去了。”奶奶您别着急，我们一定会帮您把孩子找回来的，相信我们。嘻哈也被这一幕触动了，尤其是那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嘻哈地毯式搜索遍了一大片，却没有发现那个女人的踪迹。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了一个30来岁男子。这男子也有那种自然的狐臭味，此人身上的狐臭味很淡，说明他近期内应该接触过那个拐走孩子的女人。记住位置后，嘻哈侦查了一下屋里的情况，听见有不少人在里面打麻将，甚至还有女人的吆喝声，而且屋里有很浓的那股自然味一样的狐臭。终于找到正主了，8成就是屋里的那个女人。嘻哈直接找到杨琛，老杨，人我找到了。在前面5公里左右的一个院子里。杨琛有点惊讶，这一带他们撒出去上百人进行调查，可并没有什么线索，怎么这只鹦鹉才飞了几圈就找到人了？我怎么找到的你不用管，老子飞了3个多小时，翅膀都快累断了，快把卤牛肉拿出来。杨琛从后备箱里拿出一块卤牛肉，嘻哈变成2哈之后，大口大口的咀嚼了起来。杨琛到达小院以后，透过门缝往里面张望了几眼，发现单凭自己一人根本没办法实施抓捕，光是那3条大狼狗就够他喝一回的，只好打电话向局里搬救兵。老杨，你发什么呆呢？赶紧抓人啊！院子里有狗。嘻哈直接鄙视了杨琛一眼，既然杨琛不敢上，那就让他来帮警方抓人吧，说不定还能涨点任务评分。于是他飞出了车往地上一落，只用了几秒钟就变成一个浑身疙瘩肉的壮汉。你这是，你还能变人？莫非你真以为我是动物成精啊？记住了，以后请叫我哈大爷。嘻哈直接大摇大摆地进入小院，来到了小屋之内。一个头最高的30多岁男子凶悍地吼道：“你谁啊？是不是活腻歪了？溜子，放狗！”3只小牛犊大小的狼狗不停地朝着嘻哈吠叫，但他却一点都不在乎，因为这些狗子等会儿就会变成他的打手。就在那3男1女觉得嘻哈会被狗咬得很惨之际，忽然他们发现3只大狼狗居然叛变了。大黑、伙计，你们发什么神经？咬他！还有胡子，老子平时最疼你，没少喂你鸡腿吃，你怎么也背叛老子了？你们3个的名字不错，大黑、火箭、胡子是吧？把那3男1女给我围住！这种控制其他动物的能力，正是之前得到的特殊道具——智慧之心光环，每秒钟消耗100点积分，能够控制50米内除了人类之外的一切生物，就连苍蝇、蚊子也在这个范畴内。最终3男1女被成功抓住了。参与审讯的杨琛气坏了：“你们还有没有点人性？难道你们没有兄弟姐妹吗？买家长什么样，怎么能联系上？”是一个老头儿，他说要在河西宾馆住一阵子，说有了货就去联系他，他再告诉我在哪交易。叫什么？有电话号码没？现在人还在那里吗？原来老头早就在他们的名单上了，名字叫周丽玲，他没有固定居所，常年到处游窜作案，而且此人反侦查意识很强。周丽玲和兰姐是一伙的，也是这个团伙的主犯之一。一会儿我们要去一趟河西宾馆，寻找周丽玲可能留下的线索，你跟我去一趟呗。这次嘻哈变身猛男和杨琛2人刚到宾馆门口，就发现一个人匆忙的出门了。嘻哈立马感觉不对，直接抓住了那人。老周，脚步匆匆，这是准备去哪儿啊？周丽玲的身形立刻僵硬，站在原地不动了。最后在周丽玲的供述下，兰姐被成功抓获。